电商大小事带你了解最新电商事哦，跟你分享12月16号到12月22号的3则电商大事。第一，统一打造大型平台 UniOpen。统一集团整合多家关系企业跟电商资源，推出了大型电商平台 UniOpen。它串联了博客来、爱预购、康士美、家乐福、雅虎购物等等多个通路，并且结合 OpenPoint 点数生态圈，扩大会员总量与广告预算的优势。如果它机制完善的话，发展的潜力相当值得期待。第二，全家开放24小时寄物。全家便利商店它推出了寄物 Plus 活动哦，寄物家，全台有4200多家的全家都可以24小时寄放包裹或是物品，而且它提供多温层存放，就是要冰的哦，然后代收货款，1到3天弹性寄物等等特色。那这个就能有效的解决网购交易与逛街的时候就要提很多东西的痛点，此举能够有效的吸引消费者多次到店，提升营业额，并且创造更多的消费场景。第三，宫典甜点老板夫妻走绝路双亡。宫典甜点近年来遭到客户控诉，商品品质下降跟出货延迟嘛，并且有超过500人已经自发的成立自救会。那12月19号传出老板夫妻疑似在车内轻生的消息，震惊各业界。那记得关注加爱心，我是电商通灵城，你以后做电商会用到。这一集我们讲12月16号到22号所发生的电商新闻。第一个新闻统一打造大型平台 UniOpen。这个就是我们主电商舰队啊。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统一集团宣布整合旗下多个关系企业跟电商资源，推出了大型电商平台 UniOpen。此平台将串联博客来、爱预购、康士美、家乐福、雅虎购物等等多个通路跟品牌，反正就统一那一票就对了。那结合了 OpenPoint 的点数生态圈那我是这样看这新闻你看出招了，对不对？出招了，而且一出就是大招。那你看他串了一大堆有的没的那其中我最看重的是 OpenPoint 点数生态圈这几个字。那这样就很好理解了。我过去也拍很多那个电商影片嘛，一直提到那个统一超积极的去并购啊，你看吃那个雅虎拍卖，并购其他通路等等的行为，就是有大招要放。统一本来就在实体通路称王中，那 OpenPoint 点数你没用过你也知道那是什么。那他现在的打法就是把自己全部的平台都捆绑在一起。我单一个平台打不过没关系嘛，我全部加起来的会员数量一定吊打你啊。那这个做法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你可以投入大量的广告预算，变成更生猛的台币印钞机。我先去逛 UniOpen 它现在只是完成基本的串接而已。那你购买商品还是要跳转到各平台的网站去重新登一次会员，使用上还很早期。那未来就是什么一键登录啦，然后弄好了，然后你要买家乐福、康士美，全部都在一个站上买啊，就这样。那后面真的是蛮厉害的。来第二个新闻全家开放24小时寄物。简单讲一下这新闻全家便利商店推出寄物加服务，那将打造全台4200多家门市可以24小时存放包裹或物品的便利置物柜。此服务提供3大特色：第一，多温层寄放，它可以放常温啊、冷冻啊、冷藏都可以第二，代收货款，那就是买卖双方就不用直接面交能够在全家完成付款代收。第三是弹性寄物天数它可以依照选择选1到3天拿去那边放东西。那这个解决了很多人在网购交易中面交时间地点谈不拢的那个麻烦跟你平常逛街大包小包不方便嘛那你可以先放行李啊，让全家门市成为更具弹性的物流节点。我是这样看这新闻就蛮刚好的，就 Seven 跟全家在同一个礼拜都出了这个重磅的新闻。这个服务目前看起来叫做不怎么样但是它可以实现什么？实现创新的消费场景。今天这个消费者来这里买东西以外，可以寄行李嘛，然后还可以面交嘛，然后还可以用冷冻柜啊、多温层啊。那这个对消费者来说就很方便那这个很方便会造成什么？他们愿意多去全家，这影响是很剧烈的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像 OK 超商他们之前因为开放怎样虾皮取货然后店里就堆了一大堆都虾皮的包裹，被人家笑说 OK 就是虾皮仓库。然后他们后来跟虾皮解约，就不到半年又重新合作。你看他标题写说分手168天 ，OK 超商与虾皮又合作了，深度解析电商巨头、超商老四各自盘算，你反正就是这样那为什么？因为消费者来 OK 拿虾皮的东西，会顺便买东西啊，为他们带来庞大的营业额。所以 OK 摸摸鼻子还是认了。
那现在全家做的就是类似的事情，它创造出更多的消费者到全家的需求，例如放个行李、买个饮料、吃个饼，很顺手这样。那就是这样把人带进来那它的营业额拉高，就自然而然可以期待顺水推舟了。第三个新闻这个比较不好的新闻公点甜点老板夫妻走绝路双亡。新闻标题叫公点甜点老板走绝路双亡，有人曝生前近况，卖车卖房都还不了。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就台中知名甜点店公点甜点近年频遭客户控诉，商品品质下降，订单延迟不出货，同时还有很多消费者在社群成立那个自救会，反正就他们订很多然后没出货，聚集超过500人。那结果在12月19号在桃园的龙潭地区发现2人在车内轻生，那现场还留有遗书那大家都很震惊这样。我是这样看这个新闻的这间算是很有名的甜点店那没想到会发生这个事情，只希望早点落幕。那我们还是把重心放在电商上来聊一下电商甜点蛋糕的这个赛道如何。我先说明一下这个赛道的优点是什么来，第一个，行销宣传相对容易，为什么？因为甜点蛋糕颜值就很高颜值就非常的高，所以你发 IG 限动什么的就会有不错的曝光效果，而且只要你的产品有一定的知名度，会有非常多网红网美买来做开箱，也不是说帮你做开箱，就是他们觉得这蛋糕很漂亮很可爱，然后就买来这拍完拍上 IG 耶就这样。像之前那个 Lady M 嘛，不是大家都要排队都要买都要拍你要红起来你在甜点蛋糕这个赛道你要红起来是很快第二个，销售周期稳定，就台湾人很爱吃蛋糕，各大节庆要吃，生日也吃而且蛋糕是动不动有人生日，不是生病动不动有人生日干他生日靠北怎么没讲哇，那冲去买一个甜点蛋糕，不是这样吗对，所以甜点蛋糕它的淡旺季鲜明但它其实淡季不会很淡，因为动不动都会有人生日所以这个甜点蛋糕是个相对好销售的赛。我讲的是好销售但它的营运很困难那好好经营会员过得都还不错那接下来就要讲这个赛道的缺点也不能说缺点，应该说风险第一个，极容易被延上会被延上的原因大概2点，第一个你的品质，第二个你的物流物流那个甜点蛋糕店老板从来都是冤枉，说妈怪我咯可是人家收到那个蛋糕都被撞在一起糊成一团就是怪你不然呢物流这个东西是这样，说甜点蛋糕这东西很脆弱你一定也有看过那种撞得稀巴烂的蛋糕那怎么办？退货再来就是他走冷链，冷链那个运费很贵嘛，那很麻烦的这个东西就物流车的温度或者他拿出来先放着，放在露天的环境中这东西我们统称叫做失温就失去温度这样失温。失温很麻烦很麻烦失温有多麻烦它已经装箱嘛，所以你看不到内容物所以他以为他好好的运送，其实里面已经撞到了。跟失温是这样，就是你把一个冰的东西拿出来，对不对拿出来放，它不是外观会开始流汗嘛流完汗以后你又把它冰回去，你下次再拿出来，这看起来就差不多，可是它中间怎样经历了一次失温那里面的品质已经变质了，很麻烦很麻烦的事情你去骂物流，物流也觉得他很冤枉，因为我也是好好收好好送什么什么的都会搞成这样，蛋糕变质坏掉，事情一大堆。那消费者拿到他不会好好跟你讲的都嘛直接拍一个蛋糕撞来撞去，然后就直接 po 到爆料公司还艾特你这样就这样很容易被延上。那再来是第二点，它的缺点无法接大量的订单因为你甜点蛋糕店你生产线就是那样，你没有办法去接大量的订单。我乱讲联发科、尾牙看得起你，跟你的小甜点蛋糕店订了每个人1份的那个杯子蛋糕那在妈妈总共500-600颗、700-800颗，然后你后天能不能给出来？不行啊，对啊，就会变成这样所以都要提前预约或干嘛。它的生产线控制着它的产能的上限营收的上限，也就是说你今天爆红了，好，你惨了，你订单做不完，备客数那你要限定下单数量，备客数很秋那这样你怎样做你都会备客数，那你就要考虑你要不要扩厂，增加生产线或者增加人手。我未看先猜，这间公点甜点就是爆红的时候怎么样去扩厂新增生产线，然后后续的竞争对手太强然后后来行销没有跟上，营收出不来，订单有掉，可是机台的贷款费用每个月都还在烧，那就爆了就这样
所以甜点蛋糕这个赛道说好做，它真的很好进入你家里有烤箱就可以做，IG 不是超多的吗？那个女生买了一台小烤箱，家电烤箱，然后呢烤饼干，然后出来很可爱，动物形状，就有人要跟她买好进入是非常好进入，说不好做是真的很不好做这个我八卦的时候再讲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12月16号到12月22号的3件电商大事。第一，统一打造了大型平台 Uni Open 第二，全家开放了24小时寄物。第三，公点甜点老板夫妻走绝路双亡。讲八卦我先讲甜点的事情。我鄙人不才小弟我电商通里程，我有写一篇非常非常长的文章那个文章有2万多字吧，我记得，然后里面有各种超连结，然后 po 图这样内容是什么？内容就是把我所知道的甜点蛋糕电商操盘的技术都写进去了。你要读这篇文章，你就 Google 电商 Tony 甜点蛋糕电商操盘就这样那你就看得到。你去看那篇文章我还有把那个 podcast 那一集有特别录 podcast 的，其实录法就是说我边读我的文章边讲不是逐字照念那都东讲点西讲一点干话这样让那个人家可以用 podcast 来听的总之就是我写的非常的详尽自认很详尽至今还是电商界我不敢说最但确实是非常详尽，而且很贴合实物的甜点蛋糕操盘的文章分析文章。如果你是甜点蛋糕电商，或是你网络想要销售甜点蛋糕的朋友，你先去读一读少走非常非常多弯路，我不骗你。这个甜点蛋糕就是这样，就红很快死于扩张，都死于扩张，很容易挂一个生产线投下去，然后就不行了。然后你投生产线，人家就在说，这个没有当初的灵魂，废话，那是生产线呢。我以前在那边手工的时候，一只那个动物形状，我可以用我的手好好去弄。现在生产线你要怎么弄？你有没有发觉，就是像阿莫蛋糕，很巨大吧，对不对？像那个捷运站都会看到那个雅尼克蛋糕，你有没有觉得他们的蛋糕膏体看起来怎样？很无聊，对不对？然后就讲那样没有什么花样一点都不花俏那为什么坊间各种手做蛋糕、手工蛋糕，你一看就是那个自己弄的那种，意思是它产能很受限那花样一大堆。对啊，你上生产线就变成这样这个我都写在那篇文章里了那你有空或你是有接触到这个甜点蛋糕想做电商附近的，你就去读一读。那再来我要讨论那个全家寄物那个这很麻烦很麻烦很麻烦的事我未看先猜买卖毒品以后直接在全家交易就好了，对不对？反正 A 放着 B 拿走，就这样非常方便之前不是很流行用那个车站捷运站都会有的置物箱嘛一样 A 拿去放，然后把开箱密码给 B 自己去取。那现在直接就变成全家取货。我刚刚讲的那个寄物箱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检警破获有一个案子，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是说什么他藏匿到内湖，然后有7000多万的巨款，1000万台币用那个台北车站的置物箱给。我靠，妈的，我就不知道是哪个置物箱里面躺着那么多钱呢？是我的话，对不对？我没有开箱密码，就这样那现在变成全家取货非常的夸张了。但我都想得到全家里面有我做官的同学他一定也想得到。他们内部肯定会对这种东西做出规范，不然就嗨了。我跟你讲，它就变成说，全家就是个就很方便又24小时，对不对？然后又很夸张了好啦，题外话聊一下2024电商市场整体状况我录这支影片的时间是2024年12月31号就最后一天等一下跨年这样，当然剪辑要时间，所以你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应该都1月中了。先说结论2024年电商吹冷风不止房地产电商也是吹冷风，电商相当难做。现在谁出来说电商好做，你叫他出来，这不可能。那么要做直销或是怎样要拉人头的，因为电商现在相当之难做，非常难做。我的客户已经有好几十位已经收兵了那活下来的也都不轻松，也都很辛苦。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实体旺盛实体旺盛跟外来集团打击。外来集团打击，我之前是不是每集八卦都在讲什么 coupon 淘宝99人民币免费来台SHEIN什么有没的那这个我就不讲了。我再说一个我今天讲那个实体旺盛实体旺盛是这样电商生存几率要高，你要做实体才行成本最低的方法就是去
摆市集，我也没叫你直接开店哦，摆市集，摆文青市集，帐篷啊、灯啊、桌子椅子啊、垫啊，那个主办方都会帮你弄好，你缴钱就好，你就可以去摆了哈。那你剩下你是自己把你自己摊位布置漂亮，文青市集哦。你应该也逛过了，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什么你要透过摆摊子来观察，什么什么，这个我就不讲了哦。实体旺盛哦，是因为它逆转了之前疫情嘛，电商不是超级旺盛结果现在实体回归旺盛，那电商自然而然就往下走了这个时候东西是确定的，这不用我讲，这你也看得出来就实体就要旺盛，你还不去对啊，你还纯电商那你就去啊那我现在讲那个摆小摊子的那个故事跟意义。首先摆小摊子很有趣，你小摊子你摆下去就那个文青市集人要怎么来？我为什么讲文青市集？因为它是成本最低的方式，它比那个什么百货花车都还要便宜很多时间、精力、合约什么的都迅速很多，所以摆小摊子这真的是，你要考虑看看，你就真的去摆你摆小摊子，你说你的人要怎么来？你都不用做行销，那边就是人了因为主办方会统合去做行销或是干嘛。像我们高雄博尔不超多，我最近看美术馆然后跟那个什么中央公园也一堆动不动都有那还有那个卫武营几乎每个6日都有摊子，那去摆那个主办方会帮你揪人来那你自己要热闹，你就是网络号召，这就是你拿手好戏才对，对吧？你不是做电商的网络行销。我们的目标不是说我去摆的那个小摊子卖的多好又多好而是要用那个小摊子形成一个什么东西很火爆，然后人家不方便去现场，从而他跟你网络下单的这个情况，这样知道吗？所以你是做电商，你去摆真的你去摆电商就是这样，人家想说反正你永远在卖，永远在促销，它就没有一个稀缺性你摆摊才有稀缺性。比方说你摆在那个圆山花博台北圆山花博。你 IG 就一直 po 多热闹，好棒然后又怎样又怎样一直 po 一直 po， 你的客人就没办法去花博嘛你远在天边的客人就是看你的 IG 线动看的不要不要的，然后怎么样网络下单不然呢他买什么买摊子上的商品就这样把摆摊子做成一个引流量的方式然后相信我你一摆摊子，这是题外话，你一摆摊子你的想法会改变很多很多。电商的问题，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我们怎样？我们都活在网络上，我根本都没有见过客人真的，我见不到活人啊那都是我自己想然后看数字推估，顶多现在把 AI 拖进来跟我一起烦恼这样一摆摊你就会发现，哇靠，原来我的客人长这个样子，这个才是我客人的轮廓啊我之前故意去帮朋友摆摊，好玩了那我观察了一整天。对面摊位的店员真好看，没有啦，就是你就摆几个小时灵感大爆发。我跟你说，你就会完全知道要针对刚刚来让你摊位那边逛来那边问那问个看也都行然后又来跟你买，反正就是你在那边站3个小时，你就有感觉那些客人的样子，你就知道要怎么去针对他们去设计行销方案我很有印象是，像我们都做办公室嘛那我们就想说这个是小资女比较会买这个平价饰品我们看数据也是啊，都女性结账嘛你看名字就知道了。所以我们的行销文案广告什么的一直朝着什么小资女为主题去设想这没有问题这大家来做都是这样做。但是真的去摆摊摆下去，我跟你讲，多的是情侣来看男朋友买单，那不就出来了？那你就是设计怎样叫男生买来送女朋友的文案你就要这样子做去闯闯看这样才对嘛你坐在办公室，你看着那些订单都是女生自己买，你看不到这种人群这个就是摆摊的价值就是这样。然后你就一直拉客人来拍照po 你的 IG 限动，搞得限动非常热闹让远在天边的客人也想要逛，说好好今天有摆摊那看一下看看，然后私讯就一直来。网络的订单也3不5时就来，这就对了嘛，对不对？没摆过摊的纯电商你真的要去摆摆看。你不知道怎么摆，你就去当别人的工读生你去试试看，你会发现新世界。我跟你说，电商人的问题就是这里就都坐办公室你摆摊落地以后你去看到真实跟你买的跟你问的客人凭你的聪明才智，你一定有办法做出更好的行销规划，加油！现在的电商平台之间竞争激烈，除了你熟知的虾皮、PC Home、Momo 以外，外国的电商平台也对台湾虎视眈眈。
除了酷鹏大军来袭，还有旭印、抖音小黄车、全球速卖通、Temu， 他们都在偷偷伸出触手，要来抢台湾市场。而对于我们这些品牌商来说，最可怕的是，现在这些巨头在神仙打架，你只要被插到一点非死即伤啊！所以我建议你快点跑啊！再晚一点，你可能都被逼着参加斗价钱的战场，想逃都没有办法逃。只有盖好自己的品牌官网，培养自己的忠实会员，才能够创出高的毛利这才是避免伤亡的最好方法。如果你现在正在找一个实力坚强的电商系统来帮你架设品牌官网，我推荐你 Cyberbiz。我们除了官网仓储跨境 POS 能一次搞定以外，现在还能够发动电子票券或是30分钟机车快速到货，让消费者更难抗拒你的行销活动。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大品牌都喜欢配合我们 Cyberbiz 电商系统的原因。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那你就填写资讯栏的连结。那填完资料以后，我的同事会跟你联系，电商相关的问题应该都回答得出来，因为我们经验蛮丰富的。最后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更多电商资讯给你。我是电商通灵城，我们下集影片再见。